Hello，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因为我姐姐怀孕的缘故呢，所以她最近一直在看一些育儿方面的书籍。那有时候呢，她也会跟我分享一些。我发现有很多理论，我在之前的心理课上都已经学习过了。那我深深地感觉到，做好父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那现在呢，我们渐渐有了一些教育的理念，也知道家庭的环境对孩子的成长以及孩子的未来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但是我父母这一辈呢，因为他们的生活本来呢就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好，那每一天呢，他们都需要非常辛苦的工作赚钱养家。那可能他们从来也没有意识到，养育一个小孩其实呢也是需要学习的。这个星期我姐姐跟我分享了一篇文章，让我有一些感触，所以呢，今天就把它当做一个听力材料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这篇文章的题目，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叫《父母的牺牲感是孩子最大的灾难》。牺牲这个词在汉语字典里的意思呢，就是为了正义而舍弃自己的生命。那比如说，我可以这样造一个句子啊，就是他的父亲在二战的时候牺牲了。意思呢，就是他的父亲因为要保卫自己的国家，为了正义而战死了。那在现在呢，我们经常用牺牲这个词来表示舍弃、放弃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可以这样讲，他为了金钱日夜不停地工作，牺牲了自己的健康。意思呢，就是说他为了钱舍弃了自己身体健康这样一件重要的事情。那我相信现在你们应该可以理解这个文章题目的意思。牺牲感呢，就是父母为了孩子舍弃了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的快乐的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正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给孩子带来了深深的伤害。之前我有一期视频给大家解释了一个在中国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个网络用语，叫鸡娃。那在那个视频里呢，我给大家说了一些中国教育的现状和问题。如果你没有看过那一期视频，你可以点击上面的链接去看一下。我在想，那些花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让自己的孩子上补习班的家长、父母，他们辛苦吗？真的非常的辛苦。所以，当他们对自己的孩子说出“我这么辛苦都是为了你”这样一句话，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在教育短片《茉莉的最后一天》里，女主人公茉莉，她的妈妈呢，在结婚前是一个高校的教授，但是结婚后，她就放弃了自己的工作，全职在家照顾茉莉。在妈妈的心里，她为茉莉放弃了自己的事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牺牲。所以，当茉莉考得好的时候，她没有赞美茉莉，反而对她说：“如果没有我，能有你的今天吗？”当茉莉考得不好的时候，她就对茉莉说：“我都为你做了这么大的牺牲，我为你放弃了非常好的前程，你却这样的不争气。如果不是因为你，难道你觉得我愿意放弃这一切吗？”很明显，茉莉的妈妈用自己的牺牲感绑架了自己的孩子，而茉莉在这样的一种压抑的环境下呢，渐渐失去了自我，经常自残。自残呢，就是故意伤害自己的行为。那在短片里，你可以看到茉莉的手腕上有一道一道的伤痕。
最后呢，茉莉从天台上跳了下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茉莉说她对家人的感情非常的复杂，她恨，但是她又觉得不应该恨自己的家人。还有一种经常看到的牺牲感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听到父母对孩子说，我不离开这个家，我不离婚，都是因为你，因为想给你一个完整的家。这听起来呢是一个非常悲壮的牺牲。父母为了自己的孩子牺牲了自己的幸福。但是事实是这样吗？你真的是为了孩子吗？还是你根本就没有勇气，也没有这个本事离开这个家，给自己一个新的生活呢？其实对于孩子来讲，一对分开的但是快乐的父母，远远好过一对痛苦的纠缠在一起的父母。之前心理课上呢，有一位老师这样说过，一个不幸福的母亲会让自己的女儿为自己得到的幸福呢而感到内疚。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拗口，其实简单来说就是母亲不幸福，女儿很难幸福，或者呢不敢幸福。不是有一句话这样说吗？幸福的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童年用一生去治愈。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言传身教，那用在教育孩子上面呢，就是说当你教育孩子的时候，你既要用语言去传授，也要用行为去做示范。那其实呢，身教要比言传更加重要的。那比如说你想让孩子热爱学习，你自己要先热爱学习。你想让孩子远离社交媒体，自己先远离社交媒体。你想让孩子养成自律的习惯，自己先自律起来。同样的，如果你想让孩子幸福，请你自己先幸福。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请记得给我点赞和留言。当然啦，要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任何一期的视频了。非常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